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于3月28号至3月31号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30号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世界期待论坛为全球和平发展贡献博鳌方案。就在27号，为期3天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闭幕。论坛举办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强、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内的中国政府高层密集会见了来华参会的跨国企业高管，释放出中国持续开放及改善营商环境的积极信号。国务院总理李强27号下午在北京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的境外代表，并同他们座谈。有关国家政要、世界500强企业负责人、国际知名学术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主要国际组织代表等参加。李强强调，未来中国经济将在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同时，加快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努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让老百姓生活更美好。这些都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能，也为各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李强还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来越大，环境会越来越好，服务会越来越优。投资中国、扎根中国，就是选择了更好的未来。包括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在内的外方代表先后发言表示，跨国企业从中国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中受益，也为中国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未来将继续与中国深化合作。中国的成功就是全球跨国企业的成功，相信中国会继续扩大开放，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相信中国将拥有光明的未来。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27号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并发表题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行》的演讲。秦刚表示，中国将始终不渝坚持合作共赢，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顺畅运行。他还强调，中国正以自己的新发展为世界注入强大的确定性。25号，秦刚还在北京集体会见来访的美国友好团体和工商界人士。他表示，欢迎美国企业继续扩大对华投资，扎根中国。中方愿继续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此外，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23号至27号密集会见苹果公司、益达集团、雀巢集团、宝马集团等11家跨国公司高管时强调，中国扩大开放步履不停，中国还将在改善营商环境上推出更多实招。商务部网站发布的消息显示，王文涛27号在会见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时，双方就苹果在华发展、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议题进行交流。实际上，我们自己内部也在做一些营商环境的调查，比如说像中国、美国商会、欧盟商会，重点看一下外资在华企业经营的现状和主要的诉求，试图做一些改进，然后留住这些外资外企。所以这个信号是非常强烈的。近期全球掀起了一波跨国企业高管访华潮，参加论坛、走市场、谈合作，高管们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这是我时隔3年再次来到中国。今年4月，我还将来中国待半个月，除了北京，还会去上海、香港、杭州和其他城市。我们会继续全方位投资中国。中国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次中国行的行程丰富，既包括见我的中国同事和团队，也包括跟合作伙伴和政府部门见面。我需要了解中国的能源转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我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市场，以确保我们未来继续做出正确的决策。《华尔街日报》报道就提到，尽管眼下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但全球企业高管访华表明，西方企业迫切希望从中国获得商机。一同参会的不少世界500强及跨国企业都在用实际行动对中国投下了信任票。但有美媒还注意到，与会大多数美国企业高管都倾向于保持低调，这被认为是为避免成为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等的目标。也就是说，在美国对中美经贸关系和氛围的严重破坏下，这些美企保持了谨慎，但显然并未被华盛顿的操作吓唬住。与会的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披露，美国企业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中有77%销售给中国当地市场，只有7%
期回销美国。艾伦认为，这打消了美国公司仅是为了供应美国市场而把工作机会交给中国的常见看法。以苹果公司为例，目前苹果约20%的销售额来自大中华区。苹果公司自2015年以来，每年在中国的收入都超过400亿美元。库克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上发言总结称，苹果和中国已在共生关系中共同成长。目前，苹果超过95%的产品仍在中国制造组装。在中美贸易持续紧张的局势下，苹果也在寻求供应链的多元化。不过，现实是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取代中国在苹果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彭博社的分析报告显示，到2030年，苹果可能只会把大约10%的 iPhone 制造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区。即便是在积极采取行动的情况下，预计最多转移也不超过20%。库克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常客，他曾在2018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谈到中美贸易冲突时表示，希望冷静的头脑占上风。在中美关系这么恶化的前景下，依然还有接近一半的企业把中国作为首选或者是前3大投资地，也说明我们的产业链和市场对他们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高层出面，或者是相关的高层论坛释放一个更好的信号，来稳住外资和外企，这是我们目前能做的一些事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政府无底线打压中国企业。3月23号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在美国会听证会接受质询时受到无理诘责，引发全球舆论关注。这场将有罪推论贯彻到底、无厘头问题频现的听证会，不仅让现场的周受资一度无言，也成为 TikTok 用户群嘲的对象。就连美媒 CNN 也认为，美国2党议员为了推进所谓中国威胁美国霸权的现代冷战叙事，进行了一场丑陋的政治表演。此背景下，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平台发文对2个事件进行对比，并配上了一张图。图上方是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在美国会冷静面对长枪短炮的场景，文字说明为所谓的开放市场。图下方则是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在北京三里屯苹果零售店受到热情接待的场景，文字说明为敌意市场。2个场景是中美2国如何对待外企的缩影。何谓开放市场，显而易见。在28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及由美高层官员将 TikTok 称为战略性挑战，还将其比喻为特洛伊木马。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指，美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滥用国家力量，不择手段，对有关企业围猎打压，严重违背美方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将美式霸权演绎得淋漓尽致。美方的行径损害的不仅是企业和美国民众的利益，更会损害美国的国家信誉和国际投资者对美国营商环境的信心。28号上午，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新闻发布会及旗舰报告发布会在新闻中心举行，正式开启今年的博鳌时间。来看深圳卫视特派记者从海南博鳌发回的报道。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新闻发布会及旗舰报告发布会在海南博鳌举行。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在发布会上介绍称，今年的年会是东道国中国政府换届后，中国新一任总理首次参加论坛年会。期待李强总理在论坛上发表重要演讲，并同与会嘉宾交流互动。我们还非常的高兴地邀请到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先生、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先生、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科特迪瓦首相阿西先生，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高尔基耶娃出席开幕大会并发表演讲。李保东介绍，本届年会相关专家进行了多轮讨论，最终确立论坛主题为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
反映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的共同心声。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设置了4个板块，分别是发展与普惠、治理与安全、区域与全球、当下与未来。当天发布的2份旗舰报告中，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3年度报告显示，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2023年亚洲经济体整体复苏步伐加快。报告认为，亚洲经济体2023年加权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4.5%， 较2022年的 4.2% 有所提升，成为世界经济放缓大背景下的一大亮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显示，仅中国和印度2国就将贡献2023年全球增长的一半。中国经济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亚洲其他地区的产出就会增加约 0.3%。报告强调，亚洲成为世界经济暗淡图景中的亮点，全球经济治理进入亚洲时刻。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全面恢复线下举办，共吸引了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代表和170多家新闻机构的超过1100名媒体记者参加。参与各个分论坛讨论的嘉宾来自政商学界的精英和各个行业的佼佼者，其中包括92位来自各个国家的部长级高官和前官员，11位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负责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指出，当今世界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论坛年会就是要提供一个平台，就相关问题进行开放包容的讨论，共同探寻解决方案。一连4天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设置了近40场分论坛，从区域经济合作、绿色发展和产业链供应链等诸多方面探讨世界经济的新挑战和新机遇。28号下午，在“一带一路”共享发展机遇的分论坛上，多名嘉宾分享了过去10年“一带一路”倡议从愿景变为现实的体会。世界银行前行长金庸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一个基础设施的典范，不仅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促进的作用，而且是可持续的。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长阿赫桑·伊克巴尔认为，“一带一路”真正的亮点在于共享精神。中国愿意把自己成功的发展经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政策顾问、中巴经济总廊前特使扎法尔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的国家可以说是“一带一路”倡议最大的受益国之一。这个里边有电厂、高速公路、港口、飞机场，而且呢，这些项目呢，都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不仅完成了，已经开始使用了，所以它的经济收益带动了巴基斯坦的经济，所以我们是算在中巴经济走廊，是最大的受益国家。扎法尔表示，中国的全国两会不久前刚刚结束，他对中国式现代化印象深刻。作为一名中国通，扎法尔认为，中国的发展和开放将给世界分享更多增长红利，给各国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证明了它的这个发展模式是行的，能成功的，而且可以对老百姓带来天大的变化。因为我自己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我看了这段时间里边，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不断的提高。现在中国的发展的速度加快了，所以我们都期待着中国的总理这个开幕仪式的时候的发言。我相信他可以指定中国发展的将来的方向，或在国际合作的一个想法。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冰。陈先生您好。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闭幕后，接着登场的是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各国政要和跨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都蜂拥而至，寻求加强合作。那么这对外传递出什么信号呢？无论是刚闭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还是28日登场的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都是以经济为主，推动合作，扩大开放。对于外国政要和企业家来说呢，他们到中国实地考察，看中国的经济发展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机会，营商环境怎么样，一些不良政客鼓噪的所谓中国打压外资、收紧民企等等，究竟是真是假，会不会影响在中国的发展？他们呢，到中国参加论坛，见到的是更加开放包容的中国，迎面而来的是热烈的合作热情和一家人的温暖，切身感受到了中国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和方式
都是杠杠的，比如深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信中国在认真的践行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这样的理念。而对于中国来说呢，就是通过论坛及其他活动，向世界介绍中国扩大开放不停步，优化营商环境不遗余力，愿意通过交流来解决外资企业遇到的具体困难，落实好外企国民待遇，完善这个监测预警和突发事件快速响应机制，建立重点外资项目调动机制等等，从而来保障外资对安全回报和市场的期盼，进一步的提升利用外资的水平。这期间发生过2件对比度极强的事，一呢是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和中国用户的自拍照，满脸的笑容，气氛融洽。他在中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发表了乐观的讲话，还把苹果在中国的发展描述为我们双方都乐见其成的一种共生关系。另一件事是美国国会议员批斗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他话还没说完就被议员粗暴的打断，或者还没张口回答问题就被议员抢过话筒胡喷乱扯，就连美国的 TikTok 的用户都看不下去了，嘲讽这些议员基本上不懂现代技术还要乱喷，是不是也该给这个议员规定一个年龄段，以便跟上时代的步伐。这2件事同时发生，回答了世界的疑问：中美2国谁更开放，谁更包容，谁在拥抱世界，谁在实打实的推进合作共赢。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2件事同时发生了，中美的营商环境和对外资企业的态度，这高下是立马可见，背后反映着2种不同的世界观。好的，谢谢陈先生以上的分析，也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会继续连线您，谢谢。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相继访菲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日前也开启了非洲行，访问加纳、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值得注意的是，哈里斯是历史上第1位访问非洲的美国非裔女性副总统，背后的象征意义，尤其是美国要在非洲与中国竞争影响力，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不过，美国加紧与非洲国家的联系，非洲国家看得也很明白，他们欢迎投资与合作，但反对成为大国博弈的竞技场。当地时间26号，哈里斯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开始为期1周的非洲访问行程。哈里斯同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会见时承诺，美国将在安全领域向加纳提供帮助，增加对加纳投资，并宣布向该国提供1亿美元援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具有1半牙买加血统的哈里斯访菲象征意义十足。他还将参观加纳的海岸角奴隶城堡，并就奴隶制的残暴和美国非裔侨民发表讲话。哈里斯本人在抵达加纳后表示，此行的重中之重是重启美非关系，增加对非洲大陆的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与机遇，特别是增强女性经济权益，增强青年企业家能力，关注数字包容等领域，并支持加强粮食安全、应对气候危机影响的相关工作。So Ghana, Zambia is also on that path. So in Tanzania, you see a first female president there.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interests that the vice president has. And obviously also because of the youthful population in these countries, the vice president thought that going to these countries will show or give some signal that the U.S. indeed wants to work with the future of Africa. 不过，各大西方媒体不约而同地提到，哈里斯的非洲行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同中国展开竞争。美国政治新闻网在哈里斯抵菲当天刊文称，尽管拜登政府一直试图将对菲政策与抗衡中俄撇清关系，但哈里斯此时访菲显然考虑到了美中竞争的因素。文章引述一名白宫高级官员的话称，除美菲双边话题外，哈里斯还将在非洲重申所谓美国对国际规则和规范的支持，俄乌冲突对世界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参与非洲大陆事务的担忧。这名官员还相当露骨地表示，不能忽视当前地缘政治的影响，美国正在与中国竞争，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从长远来看，我们打算击败中国。
美媒的文章也充分反映了美国在非洲的战略焦虑。报道称，过去几十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美国对非洲重视程度不够，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非洲。不仅如此，特朗普本人甚至在2018年的一次讲话中侮辱部分非洲国家为粪坑国家，令非洲国家大为不满，纷纷抗议。与此同时，作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的中国，不断加强对非投资，帮助非洲国家建设道路等基础设施，建立了更牢靠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洲项目高级助理卡梅伦·哈德森说，中国人在非洲投入大量商业投资，在这些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特别是政治影响力。中国以我们没有的方式参与了非洲的游戏，这种影响力是美国所不具备的。因此，拜登政府上台以来，试图与非洲进行频繁互动，以修复关系。不仅重启了断更8年的美非峰会，还频频派高级官员赴非洲访问。哈里斯此次访问加纳、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是美非峰会后美国政要第5次对非重大访问活动，也是拜登政府中访非级别最高的官员。在此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月访问塞内加尔、赞比亚和南非，寻求加强美非经济联系。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前往加纳、莫桑比克和肯尼亚，就公民事务、气候变化等议题展开双边交流。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则于2月下旬访问纳米比亚和肯尼亚，关注妇女赋权、粮食安全等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本月14号到17号访问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尔，寻求巩固埃塞当地的停火协议，加强双边安全合作，提振双边关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直言，拜登政府高官接二连三访非，就是希望将美国塑造成一个比中国更好的合作伙伴形象。美国呢，它盯上这个地区啊，无论从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还是说从美国的战略布局来看，也都是呢一种大国战略的一种自然走向。但是呢，从目前非洲的这种地缘政治来看呢，非洲它也地处东西方交通的要冲，一部分呢世界的商业航线呢，东西方之间的商业航线是可以经过北非的苏伊士运河，包括红海啊、曼德海峡。因此呢，非洲可以说呢也是扼守东西方交通的地理要冲，地缘政治价值呢，实际上也是不可小觑。对于美方的意图，非洲媒体也看得很明白。肯尼亚东非人新闻网称，哈里斯任内首访非洲，美国高官频繁访非，其目的是在与中俄等国展开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之际，加强与非洲的联系。坦桑尼亚新闻网站公民网同样认为，平衡变化多端的全球地缘政治力量是哈里斯访非背后的因素之一。文章援引非洲学者的观点称，在美国人眼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所以此次访问只会以这些利益为中心，并且最终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美国。文章还揭露，俄乌冲突也成为美国争取非洲国家的理由之一，因为在联合国的投票中，非洲国家占了大半的弃权票，他们不愿追随西方谴责俄罗斯。加纳大学教授格德弗雷德·伯克平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对非洲的兴趣突然大增，但非洲民众大多存在一定程度的怀疑。他直言，美国对非接触必须是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有需要才来。非洲国家对美国的疑虑并非空穴来风。在去年12月美国主办的美非峰会上，拜登一边在演讲中高呼非洲成功就是美国成功，一边拉着摩洛哥首相共赏世界杯，还不忘为非洲领导人画着合作的大饼，许诺支持非洲国家成为 G20 成员乃至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在国际议程中，非洲还是被冷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仍然对美国感到失望。另一方面，非洲国家也不愿意遵从美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目前，中非贸易额仍是美非贸易的5倍，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仍是美国的2倍，中非经贸合作稳定密切。再加上中国对非援助，不仅为非洲建设了铁路、桥梁等大量基础设施，也为非洲创造了上百万的就业机会。值得一提的是，哈里斯飞往赞比亚时，空军2号就将降落在中国帮助建造的新机场。
如果说美国目前它的非洲战略就是服务于大国竞争、服务于地缘政治的话，那它一定会落空，它只会让非洲国家成为大国竞争当中的棋子，那当然就不会得到非洲国家的广泛认同。在当前呢，美国呢对华竞争色彩日趋浓厚的背景之下，中国呢立足非洲外交活动也好，包括经济交往也好，一定是呢以互利共赢为基本目标，开辟更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而且呢也可以为非洲国家的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助力。那么呢就一定能够得到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越来越广泛的非洲人民的支持。好的，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非洲，提供1亿美元资金强化西非安全，对此您怎么看？美国能阻止得了中国影响力吗？本来支持非洲建设、加大投资、改善非洲人的生活条件是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责任。美国呢更应该做更多的贡献，但是美国没有这么做，或者呢逃避责任，或者进行有条件的投资。那么在看到中非关系越来越好，中非合作项目越来越多的时候，便打出了抗衡中国的旗号，试图呢阻止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正常贸易关系。说难听一些呢，美国阻止中非合作是羡慕嫉妒恨。这次呀，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的3个非洲国家，加纳、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是和中国合作几十年的国家。他去那里呢，就是要挑拨离间。他说呢，他要增加对非洲的投资，实际上呢，对3个国家只提供1亿美元的投资，而且呢是明年才给。而中国呢，对加纳的1个项目的投资就是20亿美元。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上给坦桑尼亚的投资额超过了66亿美元。中国在赞比亚的累计投资也超过了100亿美元。另外呀，中国呢是这3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呢，哈里斯拿着区1亿美元说要加大对非洲投资，这简直呢是装模作样。美国去年12月呢，在美非论坛上承诺，要在今后3年向非洲投资550亿美元。那么到现在为止，好像只有布林肯呢3月访非的时候呢，承诺给1.5亿美元人道援助。然后呢，就是哈里斯要明年呢拿出1亿美元，其他呢都没着落。美国财长耶伦今年1月份访问非洲，去呢就是空手去的，还狡辩说呀，这个美非合作不是交易型的，不是作秀或者短期的，好像在说呀，这长期合作呢就是不给钱。因此呢，美国前驻非洲的外交官都说呀，这拜登政府对非洲的支持呢要有具体措施，不能光说不练。你说美国如此的虚伪的投资，能和中国实打实的投资和贸易往来能够相提并论吗？所以啊，美国呢要阻止中非合作，阻止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简直是痴人说梦。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据新华社消息，28号上午，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一行拜谒了位于南京东郊紫金山路的中山陵。28号上午9时许，马英九一行抵达中山陵博爱广场，一路涉级而上，进入祭堂。面对孙中山先生时刻坐像，马英九一行静默肃立。司仪宣布祭祀典礼开始，马英九向坐像敬献花环。司仪宣读祭文。随后，司仪宣读祭文。祭文歌颂了孙中山先生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并写道：“两岸人民同属中华，炎黄子孙振兴民族，共创未来，兴传绵延。92共识，和平基础，苍生伟孽，百姓谋福，共同发展，永继无疆。”祭文宣读后，马英九一行集体默哀1分钟。随后，马英九与随行主要成员进入墓室，凭吊孙中山先生棺椁。在祭堂耳房，马英九题写“和平奋斗，振兴中华”，以致纪念。参观孙中山纪念馆后，马英九接受媒体联访。他表示，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深盼两岸共同努力，追求和平，避免战争，致力振兴中华。这是两岸中国人不可回避的责任，我们一定要努力实现。
希望台湾青年深入了解中山先生生平和两岸关系，认清两岸一定要和平奋斗才能振兴中华。这次来大陆看到大陆朋友非常热情，民众非常欢迎，我们回去后会把这份好意转达给台湾民众。请问您最希望此次随团的台湾青年们收获什么呢？我们希望他们深入了解国父的生平，还有两岸的关系，认清楚两岸一定要走向和平奋斗，才能够振兴中华。那您来到这里会觉得更加有历史责任感跟使命感吗？对，我们可以说是看到这个国父受到这样的尊崇啊，我们也感到非常的欣慰，大家一起努力。马英九此次来大陆剧组参访，并带领台湾青年学生前来交流，将到访南京、武汉、长沙、重庆、上海等地。